里面请。这边呢是我们的办公区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编导严佳莹。大家好。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，编导助理于在早。助理。啊，助理。这是我们第2期要做的内容，请你打印15份。还有，我需要苏州克斯和克斯匠人的资料，越多越好。时间嘛，麻烦你下午1点半之前交给我。袁编导，那个吴总还在等你，要不咱先上去吧？好，麻烦你了。这边请。走吧，走。这于编导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佳莹参加过很多文化类的节目制作，会给我们的节目带来很多活力。制作一档高品质的节目，不是咱俩的目标吗？你对于在早总是格外苛刻。恰恰相反，是你太关心她了。这个女孩子我调查过，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，她没有跟着父亲，却跟着姨母去了法国。我听说他们为了争夺抚养权闹得还不可开交呢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于望清，至今未婚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经营着舞蹈学校，是业内颇有名的舞蹈家。跟着一个艺术家的姨母，当然要比跟着一个负债累累的父亲要强吧。假设你的情报无误，那么当时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有8岁，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吗？一个8岁的女孩子已经很懂事儿了，你就是不行。仔细看。你喜欢给自己找麻烦，我从来不怕麻烦。进来。顾总、陶教授，严编导来了。佳音，你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。陶唐，陶教授，这位就是佳音。陶教授，久仰大名，我对文物很有兴趣，但了解不深，还请您能鼎力相助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先走了，不必送了。我送你。下午3点开会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休息2天再来上班，我的公司又不会跑。好久不见。我早就说过，不管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会立刻放下一切，飞奔回来。我有那么重要吗？就是有啊。木导，王姐，早。陶唐有事缺席，在开会之前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编导袁佳莹。从今天开始，袁佳莹将担任 A 组的编导，于再早担任 B 组。
每期节目2组共同完成。初次和大家见面，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。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，这次的主题是克斯，拟邀对象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林尚英女士。但她一心扑在克斯上，极少参与这类活动。林尚英女士，恰巧我跟她女儿关系不错，要不我去联系一下。朋友够多啊。先约拍摄时间吧。不好意思，李大早，为什么来晚了？你们继续。中国的缂丝工艺已经有了2000余年的历史，它是以生蚕丝为经线，彩色熟丝为纬线，以通经断纬的方式来完成的丝织品。宋代，缂丝匠人以梭代笔，将缂丝与书画完美的结合，出现了大量价值连城、格调高雅的缂丝画，便有了1寸缂丝1寸金的说法。到了明代，苏州已经成为缂丝的主要生产地，以御用缂丝龙袍及缂丝书画中的开项制品著称。随着清代苏州织造局的成立，苏州缂丝更是名扬天下。此次参展的南宋沈子藩的缂丝花鸟图，便是一幅难得的传世杰作。这幅缂丝作品到底有多珍贵呢？大家请看。乾隆御览之宝，三希堂经鉴玺。大家都知道，三希堂是乾隆皇帝的书斋，宣统御览之宝，无意斋经鉴玺，石渠定鉴，宝鸡重编。看来历代清帝都非常欣赏这幅缂丝珍品，尤其是乾隆帝，更是爱不释手。这幅缂丝作品枝干遒劲，斑鸠生动，用色古朴而清雅，盎然生机，扑面而来。好，好，休息会儿吧。哎，老师您好，我帮您摘下来。谢谢。导演，您觉得还可以吗？不错。您看一下这个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这记清楚就好了。好。穆导，于编导今天跟你一组吗？看来这局是要输了。这边请。雀踏花枝出素完，曾闻人说缂丝难。要知应是宣和物，莫作寻常纸绣看。宋徽宗，赵佶。缂丝作为中国独有的古老丝织技艺，呈空观之如雕镂之象，故又名缂丝。缂丝匠人会使用古老的木屐及若干竹制的梭子和钵子，采用通经断纬的独特织法，将蚕丝线刻制成一幅古朴精美、艳中带秀的织品。所谓通经断纬，即纵向的经线贯穿整个幅面，横向的纬丝
则通过不同的色缩往返与经线交织而成。图样每变一色，便换一色缩。完成一幅缂丝作品，往往需要换数以万次的梭子，至今仍是无法为机器生产所取代的珍贵手工技艺。缂丝的工艺很复杂，但是它有独特的创造性和审美价值。像以前那些贵族啊、有钱人啊，都喜欢收藏它。你可以看一下这把扇子，这把扇子就是我们以缂丝为扇面做的一把团扇，以前叫纺工扇。纺工扇，哎，最特别的是，我发现它这个缂丝里还有金丝，哎，哎妈，你回来了。林老师您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妈，这个是著名主持人汪希宁，汪姐。啊，他们都是特地过来的，来了解咱们缂丝工艺的。行，让他们自己看吧。妈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好多次了，汪姐是我的好朋友。你知道我不接受采访的，我都已经答应她了，妈。谁答应谁做，就是不喜欢哗众取宠。这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林老师，海山愿意走上节目，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缂丝这门绝技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而且您知道吗？海山呀，想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缂丝品牌。我认为，上文化节目比做展览会更有宣传的力度和价值。我妈这个人就这么顽固，我跟她没有办法交流。我顽固，当初送你去国外学设计，你也不想想，你回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？一个织娘整天不做缂丝，天天满世界乱跑，想想你自己的问题。妈，你这么说话就太不公道了吧？我上个月去英国，我去参加艺术文化交流，我在现场给他们办了缂丝的演示，大家都是赞不绝口，都特别喜欢，而且我还拿回来很多的订单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你海山，跟妈妈不能这么说话，你上去好好说啊，快去上去接受。妈，道理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。缂丝以前是皇族收藏，是高端的艺术品，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，它需要传承，需要发展，需要放到展览馆里面被大家看到，它得接地气。像您每天足不出户，从来不管宣传和销售，那总得有人宣传它，把它推销出去，让世人知道它有多美啊！要传承，要发展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传承人。传承人在哪儿呢？你是吗？林老师，海山的作品在国外刚刚都获奖了，你没问问他，近3年的作品，哪一件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？妈，我是没有时间，我忙。对呀，你忙啊，忙着做宣传，忙着四处做展览，忙着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你。对不起，海山跟我讲过，你是他好朋友，我也没把你当外人。我就是想说，缂丝这个行业非常寂寞，但是没有经年累月的寂寞，哪儿出得来艺术？什么行业都是一样，蹦跶的越高，越出不了成绩。你别拍了。
其实我这么多年，我都是全心全意扑在克斯身上的。我甚至为了他，我放弃了我的个人生活。我甚至不结婚，我也不谈恋爱。那我做的这一切，我为了谁呢？好了，别哭了啊！我知道，母女啊都是心连心的，她的观念一定会改变的啊！别难过了。我看今天的拍摄就到这儿吧。今天的拍摄还没有结束呢。被访者的情绪非常重要，这种局面已经不适合再拍下去了。况且海山是我的朋友，是因为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才同意拍摄的，我必须要对他负责。汪姐，您可以先回去，后面的工作我来完成就好了。我会让他们同意继续拍摄的。辛苦了，汪姐。这个故事都是你编的？根据林尚英女士的叙述，我进行了少许的艺术加工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回忆部分用这个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，确实比演员的对白啊更有力量。只不过呢，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转换上有一些问题，好像问题也不大，后期我会调整，我再去补拍一些细节，到时候你跟我去啊。好，好，你列出补拍需要的演员，我去来协调。你不知道吗？这所有的演员都是我来请的呀。那你5分钟的短片还用吗？需要就用啊，只要对节目有帮助。5分钟的历史片段，8分钟的蒙太奇，还是10分钟的戏中戏，形式根本不重要。于编导，这个拍摄计划以后还是得提前商议啊。你这样，艺术是个特殊的门类，灵感跟时机总是稍纵即逝的。既然公司把 B 组的拍摄权交给了我，就是让我相机而动的。这一点在入职前我就跟顾总说得很清楚了吧？就这么办。散会。好，带着材料跟我走。这是向我示威？我啊，是你们啊，其实这件事情也告诉你，有时候面对别人善意的提醒，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。还有啊，你的对手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对付哦。这事怪我，我应该盯着点他。我以为他没辙了，没想到他……没这个必要。不管是袁佳莹还是于赞嫂，谁的创意更好，我就用谁的。啊！不让花钱雇他们来干什么？像个怨鬼一样纠缠不休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有点反常啊。袁编导，袁编导气质好好啊！不光气质好，还很有涵养呢。
这项目就拿不分。哎，谢谢。你没去庆功宴啊？给谁庆功呢？这是公司的决定。你明明没有参加第1期的录制，可编导的署名是你呢。公司要打造金牌的制作团队，一流的导演和主持人，节目编导自然也不能是个无名之辈了。把署名还给我。你没听我解释吗？我说了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。我说，把署名还给我。那你就是个编导助理，不给你署名很正常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把署名还给我！干嘛呀？还给我！于再早，你干什么？他喝了酒了，留着。于再早，你先走吧。醉鬼！于再早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于再早，你冷静点。哎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他抢了我的署名。把眼泪擦干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别在我面前演戏。那天我见到于女士，她第一时间通知你，是你暗示她把你的病情告诉我的，对吧？利用我的同情心替你掩盖病情。如果你想继续得到我的帮助的话，马上把眼泪擦干。你要帮我？因为你没做错，你有天分又很努力，不应该因为病情去耽误你未来的人生。陶唐，你对于一个助理是不是过分关心了？公司有权利决定是否给他署名。再说了，毕竟我支付的工资足以回报他的付出，这是行业的惯例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跟我提出抗议的人。没有人跟你提出抗议，并不代表你这么做是正确的。传承是一档正能量的节目，理应尊重每一位后期工作人员的艰辛付出。顾总，我郑重向你提出交涉，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度发生。这么说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？这么认真？好了，我尊重你的提议，我也向你保证，如果他能拿出更好的创意，我绝对给他署名。但是署名的先后顺序要取决于他们对节目的贡献，再行决定。OK？ 谢谢。客气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晚上一起打球。陶教授。小燕。陶教授来抗议了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眼睛里永远揉不下沙子。
不过是一次失手，我不会再输给他了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我当然相信了。等着瞧吧，下一期节目会让所有人惊艳的。拭目以待。第一期上线之后，观众对于轻功短片的反响很热烈，评价也都不错。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呢？哪方面？我们可以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话题，比如中国的24节气、皇室的节庆习俗，或者宫廷非遗美食，我觉得都是可行的。我觉得不合适，跟苏州的文物展没什么关联。怎么没关联呀？这次各大博物馆都拿出了他们珍藏的宫廷珍品来参展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再挖一挖新的主题，热度就上去了。还有别的提议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前2期做的都是花丝、镶嵌跟缂丝，我们之后呢还要做青铜器跟漆器。其实我认为这期的主题不要太跳跃，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就可以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说点有用的，直奔主题。或者我们做一个清代女性生活特辑怎么样？这个提议不错。就平台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，我们这个节目有60%受众是15到35岁的年轻女性观众。赏心悦目的事物对于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会有帮助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曹唐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苏博元末的张日成墓、曹氏墓和晚明王羲爵墓都有女性的配饰服饰出土。如果结合此次文物大展展出的明清后妃服饰，形成宫廷与民间的对照，正好做一期中国明清女性生活展。当然，这样的主题太过宽泛，你们准备从哪里开始？是中国女性的古籍绘画、金玉珠宝、烟菊游乐，还是珍馐美味？换句话说，你们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？顾总，你有什么好的提议？我想去上个厕所。顾总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没有。就耽误您5分钟，我想聊一下后面的策划。医院去了吗？医院。多谢顾总的关心，不过我没有受伤。有空去精神科挂个号。任何女性遇到昨天晚上的问题，第一时间应该报警，而不是贸然去对抗一个成年的男性。我认为你应该好好去检查一下，看看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。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做预设。不过顾总，您关心人的方式还真是挺特别的呢。我爸把你放在这儿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定跟我没完。我现在警告你，请你以后自觉一点。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园长，没空在那儿盯着你。顾总，我知道做什么选题了，服饰，清代宫廷女性服饰。你的策划呢？于编导也有新创意啊，不如说出来听听。没事儿，我还没想好。顾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这没想好怎么就来了？顾总，做服饰特辑怎么样？先做具体方案吧。
芙蓉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病啊？不像啊。不是你爸到底怎么跟你嘱咐的？也没说他有病啊。哎呀，不好办呐。这么个旗袍，这个颜色不错。哦，对，这种青蓝，好像这种颜色也挺有意思，比较淡雅。下一张，这个就有点老气，对吧？这应该像是民国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。木导，照片怎么样？刚才你说以清代女性的服饰为主。嗯，到了现在的发展，我们可以拍旗袍。旗袍倒是不错，但是旗袍流行于民国，它和清朝满族妇女的旗装啊是两回事儿，而且到现在它的起源其实还存在很多的争议。我们不能讲这些没有定论的东西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宣扬中华传统的技艺上。你看这张，这就是典型的苏绣技法，平金银绣，装花纱夹袍，就很华美。我们可以去南京的云锦研究所拍摄素材，这样的话就能避开所有的争议点。木导，你这身衣服穿几天了呀？不换呀？你这颜色也配得太土了呀！还有啊，你天天就是戴一帽子，你是不洗头啊？我少白头行吗？王大小姐，能不能别主动挑衅啊？我是想借此告诉你，观众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但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和主张更加重要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们有错，我们就拿出来讨论一下，这才是专业的态度。哎，王姐，这点我同意。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我觉得不见得。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通过文物引出中华传统的技艺，而不是通过什么华丽的事物博得大家的眼球。旗袍呢，只是个载体。旗袍所体现的镶嵌滚荡，还有那些奢华精美的刺绣缂丝，不正是你口中说的中华工艺的体现吗？审美的偏狭是智力的缺陷。怎么说随便你，我不怕争议。到时候大家都忙着打嘴仗了，看谁还来欣赏你的手艺。木导，你们不看了？翁姐，您上次说的那位做旗袍的老师傅，放心，都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采访。谢谢翁姐。来，大家快过来，公司啊发福利了。公司福利啊，别急，公司福利啊，都有，别急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给，来，小玉，谢谢。给我来一个。哎，男的没有？凭什么男的没有啊？不是防狼神器，你大老爷们要它干嘛？就是。我也得防个狼啊！你本来就是狼，我顶多就是个哈士奇。给我来。这个大小刚好可以装包里。有没有数据啊？再侧点。这件吉服袍是清代皇帝后妃的礼服，通常用于重要的节庆穿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部位的龙、彩云、海水等纹样，用的都是历史悠久的苏绣技艺。当然，要想了解清代的女性风尚，除了看现存的实物外，还有一个有趣的途径。康熙中期，美人画从江南传入宫中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3位皇帝都是美人图的爱好者。最有趣的是，雍正帝的12美人图，画中的美人一律身着汉服。看，陶教授，我们原本打算拍些清代后妃的袍服，结合您的讲解，让观众有个更直接的印象。
您刚刚说的12美人图都是汉服美人，而非旗装，跟咱们之前商定的主题脱节了。后面的旗袍很难做衔接的，您看是不是还是按台本上？袁编导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次展出既有清代的文物，又有明代的藏品。既然要做女性服饰，为什么不做成明清特辑呢？清廷留存于世的照片、实物更多，国内外的观众对这个朝代也相对熟悉。您知道，选择清代后妃的袍服作为切入点，对我们的海外发行是最有利的，这也是一种正向积极的文化传播，不好吗？文化传播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如何将冷门变成热门，将观众的非常陌生变成由衷的喜爱，考验的不就是创意吗？是，陶教授，您的意见我听明白了。我早就打算做明代文物特辑，只不过这一期先讲旗装可以吗？您帮我个忙，还是按我原先准备的文物脉络介绍。下一个是酱色绸绣花蝶纹氅衣。是的。看什么？好。老师，帮您整理一下。穆导，这您多操心，我要去另一组看看拍摄情况。请便。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准备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看完了清代女性的流行服饰，不知大家对明代是否产生兴趣呢？第一期我们看了大明皇后冠，今天我们通过馆藏的明朝服饰，对名人的生活一探究竟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 B 组的拍摄计划了。我不同意。于编导，前期的采访准备中，你并没有从老师傅身上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故事，这就意味着你整个拍摄内容可能会整段垮掉。为了节目看点，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必须的。我想你身为编导，应该能理解我们和纪录片的差别吧？当你无法找到看点的时候，你得学会制造它。我才是 B 组编导。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控，非拍不可吗？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，好好配合我，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。好，那你自己拍吧。王姐，这次 A、B 两组都是由佳人姐统筹，但是现在她人还在苏泊，那边可能会有点问题，但是她解决完就会赶过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歇会儿吧。好。我带他们去参观娘娘墓出土的女金冠，他们也不感兴趣，就盯着清宫后妃的服饰猛拍。他们要的是美丽夺目的旗袍，真正的目的是讨好女性观众。这我都看出来了，你还能没看出来？陶教授，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陶教授，可以跟你聊聊吗？袁编导，进了苏泊就要拍出苏泊的特色，苏州独特的园林式建筑，巧夺天工的缂丝和苏绣技艺，独具风雅的明式家具，还有上至远古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，你们都有好好拍了吗？陶教授，观众要看文物可以进博物馆，他们要了解工艺流程可以去看纪录片，可是节目还是得有可看性的。您拍苏州园林，拍明式家具，拍墓葬出土的文物，那些画面能比拍旗装和首饰更漂亮吗？节目要点击率，要话题度，要对投资方、广告商负责任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进了博物馆拍摄，就必须要尊重这里的文物和历史，尽量在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找寻平衡。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取向，最终会被观众的需求绑架。等你没了鲜明的节目特色，第一个抛弃你的也是观众。陶教授，言尽于此，请你自己斟酌。今天该配合的我已经拍完了，再会。陶教授，陶教授。喂，我要换一个专家。你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一位专家，要听话的。能听你话的那就不是真正的专家，那叫演员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。
我这出戏有演员就够了。你来看拍摄进程啊？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我下午4点有个会。你等会儿，这不还早呢吗？还有时间，一起进去看看。你为什么不回拍摄现场？交不出答案，空坐在考场有什么用？你在这里坐多久了？3个小时。这倒是真少见，我以为你分分钟就能有灵感呢。我的主题被人抢先了。这说明上天在提醒你会有比西装旗袍更好的创意啊。这次的主题是服饰，要与展会相关。你是让我做明代服饰，就跟袁家英打擂台赛吗？是雅会。中国只有明清服饰吗？那这次展会还会展览其他朝代的女性服饰吗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那这件事你得自己考虑。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，把明清捆一块只占1/10。文化大转的女性服饰以明清为主，其他书画藏品可就多了去了呀。咱俩一块拍照。行，来，你看，你给我拍照。行，给我来一张。来来来，来，我再给你拍张啊。哎，这个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民国旗袍以阴丹士林布旗袍为国民装，各个社会阶层作为最普遍的日常装来穿着。真丝面料旗袍因其柔软易脱丝的特性，在对裁片进行缝制前，面料的边缘需用传统刮浆法进行固定。熟练地掌握浆糊的粘稠度和刮浆的方向，确保旗袍边固定妥帖，才能让缝制的过程得心应手。刘师傅，咱们脸上可以带点感情啊！啊，什么感情？林太太不是裁缝铺老板的女儿吧？你们的感情肯定发生了很多磨难吧？什么磨难？谢瑶，请一下。刘师傅啊，您说过家里都没人了，一日3餐不济才来做学徒的。
那老板舍得把女儿嫁给你吗？哦哟，那你就不晓得了。我师傅一共有4个徒弟，阿拉是最奇怪了。别人都经常回家弹琴，阿拉就住在店里认真学。我师傅对阿拉那是喜欢的不得了的。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，那会受到父母的阻拦啊。哦，那是什么年代？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，不讲究这个，不讲究。那你们之间就没发生点感情波折？我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您看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拍摄呢会补一段你们的感情故事，就比如说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受到父母的阻拦了，然后无奈决定私奔。不可能的，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没有力气私奔，奔不了的。怎么奔不了呀？那艺术创作嘛，创作需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讲编故事是吧？啊。哦，不来塞，阿拉编不了的，编不了。你先前怎么沟通的？我不是让你把整个拍摄计划都告诉刘师傅吗？他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做事了？对不起，袁编导，我再重新沟通一下。去啊！佳音，过来一下。佳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职务叫编导吗？你真以为只是确定好拍摄方案，指挥一些采访和剪辑吗？策划看点、立好人设，这都是节目很重要的环节。狗血的冲突会影响节目的口碑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它的收视率好啊。陶腾给我讲什么文化价值，你是不是也这套说辞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为什么那么焦躁？我没有啊。你有不有？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佳音，收视率我自己会看着办，我也不反对你戏剧构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看看周围的人，都被你的情绪给影响了。再加一点内容，这样整体会更丰富一些。哦，就是内容不变的。哦，加一点。我明白。好的，你放心，我配合。好，谢谢您配合。好。我差点被于再造绑架了。被他绑架了？节目是要挖掘人性和故事。但这就跟写日记一样，不是每件事都有值得被记录的价值。可是节目每期都要拍，挖掘不出好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被逼入绝境。你就像放弃拍摄鱼再走，我也同样走入误区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。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咱们今天的拍摄可能需要调整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您和刘师傅打交道是最深的，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，咱们的拍摄计划要怎么调整？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你呀，跟小鱼一样，年轻又自负，总是以为自己就能找到故事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希望不会太晚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刘师傅啊，
夫人40年前就离他而去了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，孤身一个人呢把儿子养大，结果儿子又遭遇了车祸，现在他带着孙子。哎，你看他现在老的都干不动了，这个工作室快后继无人了。那他的孙子？孙子我也叫来了。这么多人啊？这不来了。哎，爷爷，干嘛呢？是上电视啊？这个小子了，你看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挺帅的呀。你个小瘪三，你还帅？哎，干嘛呀？这是？你别跑！不要跑！这，护士来了，笑，快拍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王姐，我已经过去了。啊，快去。迅哥，还玩呢？鱼在哪儿找到了吗？他说回公司了。先走了，去。你看，这是我这期拍摄准备的衣服，你看这件。木导，别吓着导演啊！你终于回来啦！导演，他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。等我干嘛？给你求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太不负责任了。像你这样，好好自我检讨啊！齐了，终于齐了。什么齐了？董事长亲自安排1个小时，书画服装全部到位。木导，我们拍点真正有趣的东西吧。一会儿漏点火，千万别急。这次拍摄是你爸亲自批的。我爸什么时候批的？我确认过了。来帮我抬一下。确实是你爸批的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按原计划改。就算是我爸批的，他也不能擅离职守，给我开天窗吧？那怎么着？给他停了？停！必须给我停了！我得跟你说啊，这次拍摄任务急，人不好找。那灯光设备、场地人员条件是款到人来，钱可都打花我。那个。还停吗？还怎么停啊？就是啊，这没法停了。顾总，您来了。鱼在找人呢，我问他人在哪儿。好，顾总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我要看看鱼在找到底躲在哪儿。人呢？哎，快，抓紧时间要开始了，快！模特不合适，鱼在找自己上了，你体谅一下吧。这都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快，就等你了，抓紧时间做，过来。我有数。哎呦，不是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西汉马王堆1号墓题形帛画，在随葬品清单上被称为非一。其中段的华盖与一鸟之下，是一位身穿绕肩曲裾衣的老妇人侧身像，2人在前方跪迎，3侍女其后随行。晋女史箴图绘上层女性日常生活图景，图中2贵妇席地而坐，以揽镜自照，已坐于镜台前，由宫女梳妆打扮，皆服大袖长衣。图中梳头宫女发饰，于云髻额后下垂一梢，形如燕尾，称为垂梢。妇女发间正如曹植，头上金珏钗，
腰佩翠郎干一事记载，多以步摇、金爵钗装点。唐步辇图，图中太宗坐步辇，由二宫女抬辇杠，另二宫女手扶辇板，宫女头部发饰为隋至初唐样式，发髻层叠盘绕，是以云鬓，上身着小袖衫子，肩部披佩子，用薄纱做成，腰线束于胸部，下身着渐色长裙，做12破款式，裙内穿小口条纹裤，脚蹬透空软锦靴，为初唐女子流行的风格。唐捣练图，绘唐代妇女捣练、理线、熨平、缝制时的劳动场景。图中女子头梳高髻，两鬓抱面，身穿小袖衫子，肩搭披帛，着各色长裙，是盛唐时山裙装的代表。晚唐5代簪花仕女图，图中贵族女子梳高大蓬松的云髻，髻顶簪花，插金步摇，画桂叶眉，身着大袖纱罗衫，配披帛，拖地长裙，反映的是晚唐5代时期的贵族女子风貌。5代韩熙载夜宴图，图中月髻梳高髻，着衫裙，腰线回归至腰部，配披帛，身形由丰腴转向清瘦，为当时女性的日常装扮。宋蚕织图长卷，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，描绘南宋江浙一带民间养蚕、织帛的24个场景。图中劳动妇女服饰均为宋装。元世祖出猎图，绘元代贵族弯弓搭箭、做事预设天空雁群的场景。元代服饰随身份等级差异，高等贵族奢侈华美，有各种织金通绣蓝纹，平民穿棉麻葛布或粗绢棉绸。明宪宗元宵行乐图，图中嫔妃宫女头戴高高的笛髻，插戴各色头面，上袄下裙，裙摆膨大，犹如伞状。清岳曼清游图册，系画家为乾隆皇帝创作的12月清宫美人图，绘古装仕女寻梅、赏花、吟诗、玩乐的闲游情景。旗袍，流行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服饰，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，兴盛于整个30、40年代，一直蓬勃发展至今。旗袍通常右衽大襟开襟或半开襟，立领盘纽，侧摆开叉。不同的年代，随着女性的着装需求变化，并融合西方时尚元素，小雨，旗袍的式样、领高、袖长、开叉的高矮也随之改变，在美丽的中国女性身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
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挺漂亮，看看。从这些传世的珍品画作中，我想观众能看到含蓄优雅的中华传统女性之美。我想中国女性的美丽绝不仅仅于她们的妆容与服饰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按照中华女性衣冠做出调整，各部门积极配合，等到第2期上线，第3期的内容同步制作完成。那我们辛苦拍摄的旗袍怎么办？老艺人的故事怎么办？缩短时长吧，不要破坏这一整期的节奏。要走啊？这里不需要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偏袒于代早？我没这么说。如果你觉得在我这儿不能发挥你的才干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会怕输给于代早，我必须留下你。为什么？是，我承认，于在早在这方面非常有天分，但是这次找不到林肯，他足足消失了3个小时，毫无责任感。而你不一样，身兼2组，顾全大局。如果我失去你了，这个节目迟早会开天窗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佳怡，不要再次逃跑。老板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先别急，大家一起看看。非遗物语，每周6晚间8点，我们陪您一道走入非遗的世界，鉴赏中华传统的艺术。在这里，再也没有曲高和寡的宣讲，只有雅俗共赏的欢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和我们节目的主题很相似啊。这是日本节目吗？在说话。我给你解析一下这个词语：非遗文物语，意思就是让非遗和文物说话。
文化节目当然越多越好，兴起推广传统文化的热潮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2档节目播出的时间中间间隔的非常非常近，他们最近也在苏州取景，这想避都避不开，竞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。如果我是对方的制作人，我也会选相同的题材呀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无风无浪多没趣，有人竞争才好玩嘛。我是说，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和传统文化的发展。顾总啊，阿旭，给佳云订张机票啊？佳音，我永远都希望你好。我留下来。我是这个节目的编导，我先出去工作了。收工。今儿拍的太好了，戴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几条啊，包括那几条，拍的太好了。陶教授，木岛那边还有一部纪录片的后期没收尾，所以没办法一直跟组。不过他特意邀请了孙导来协助拍摄，他拍文化节目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们一会儿要给他办个欢迎会，陶教授一起来吧。我以为袁编导会很生气呢。事实证明，你们的拍摄创意更好地保证了节目效果。只不过什么？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我接触过各型各样的人，不过还没有遇到过像于编导这种。可能是直觉吧，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点不对劲。您感觉到了吗？做艺术行当的人难免有些特立独行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？袁编导，别愣着，咱一块儿吃饭去吧。今儿我请客啊！哎呦，陶教授今儿特别好啊！您讲的所有的知识点，我还学到了很多。走吧，咱一块儿。导演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好意思，先走了，再会。啊，那下次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儿是不是你感觉我拍的？哎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王姐，抱歉，我马上处理。腿麻了，我去走走。于大嫂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汪希宁是我费了多大劲才请过来的？他能给这个节目带来多少流量、多少话题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在节目拍摄前，我跟所有人都说过，只要他在现场，就要给他足够的尊重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你没戴耳朵啊？于再早啊，你是天生有叛骨，还是仗着背后有人给你撑腰，就可以在现场为所欲为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气跑我的主持人，让我的节目开了天窗，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，你要给我滚蛋！你说他这什么情况？
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于再早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顾总。于再早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要服从顾总的安排，去找汪主持协商接下来的拍摄计划。我是得到了推荐，但是能留下来全靠我自己。就算在这儿跟您开辩论会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个编导，片子会替我说话。那顾总，没事的话，我先去了。汪姐，估计1小时之内是无法拍摄的，要不您先去车上休息，我待会儿让助理去请您。年轻的编导就是没有人权，又要被主持人批评，还要被老板骂，这小鱼也太无辜了，这怎么能怪他们？这要换了别人，现在就被开了。这样啊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他们花大价钱收购了一块极品玉料，以此诚意打动了李大师。而且这期节目呢，邀请了目前流量最高的小花小草来做嘉宾，广告卖得非常好。平台的资源呢，也更倾向于他们。就上期的点击率来看，我们虽然比较高，暂时领先，但是呢，从话题度和热度来看，他们是后来者居上。哎，那要一直这么下去的话，广告商肯定会对咱们节目没有信心，平台那边也会出问题。干脆啊，哎，干脆咱们呀，就找那么几个当红明星，让他们来客串一下子。这就有跟风的嫌疑了，也不符合我们一贯的节目定位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 A 组编导没错，但 B 组拍摄出了问题，会影响到整个节目。你是 B 组编导，现在 B 组出了问题，有没有对策？我在想，我们没剩多少时间了。你我给大家发一下。明天早上5点，请大家赶到王老师的工作室，他助理会带大家进行参观拍摄。他本人由于急事去了云南，明天我会带人飞过去完成他的个人访问，其他的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。这样赢不了。现在的问题还是赢吗？如果节目无法如期制作完成送审，耽误了上线时间不说，你严重违约，还动摇了广告商，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的生存。各位该吃饭了，我订了餐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谢谢。我会把计划 email 顾总。如果他也通过了，可你别再固执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赶紧放松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小鱼，吃点东西。好，蓉蓉，辛苦你了。王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出去一下。真好，你咋知道我没吃饭呢？我猜的，给你的。谢谢。小鱼，这是你的特别加餐，辛苦啦。谢谢。俩大鸡翅啊！你加油啊！一会儿你慢慢的吃，千万别噎着。凭什么还有特别加餐呀？还有个大可乐，还有大鸡翅。小鱼很辛苦嘛。吕在早，签字。你是 B 组编导，计划得你签字。去哪儿？我去洗手间。你没签字之前哪儿也别想去。鱼在早。李编导真可怜啊，上个洗手间还有人跟着。这是给小鱼的。变了，蓉蓉，彻底变了，变得喜欢女人了。默默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妈妈来了？默默整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，她难道哄都哄不住，这才让我带着她来找你。我打了很多电话，问到经纪人那儿，才知道你在这里。妈妈在工作呢，你看，
那边有一屋子叔叔阿姨等着妈妈开会呢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先自己回家看会儿动画片，妈妈就回来了。你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孩子还这么小，要妈妈陪的呀。妈妈，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。你说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好了，你看，妈妈的同事来催妈妈开会了，回去等妈妈啊，妈妈马上就回去陪你啊。好，金姐，带她走吧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要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都是自找的。木导，你来了。过来。别看了。我说你不是别人的毛病，到底什么时候好？我在这站着呢，你看不到啊？你也要去上厕所，还要跟我手拉手？我只是告诉你，现在木导也到了，我有导演和主持人的支持，这个拍摄计划都会进行，你自便吧。对了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公司，八卦不可以，节外生枝更不要。和同事保持距离，对我们的工作有益处。别给我多管闲事，影响我们拍摄了。鱼在走。我没什么意见。既然决定明天要拍，现在也不早了，8点散会。谢谢木导，谢谢木导，谢谢木导。汪姐，那个我没事，谢谢。之前临时改变拍摄计划，没有来得及通知你，是我的错。我诚恳地向你道歉，可以原谅我吗？你说能不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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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郑重地向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关系，现场只能有一位编导，我理解你的选择。毕竟是我先干涉了你的工作，给你造成了困扰，换做是谁都会生气呀。哎，
你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了？说什么？陪我去趟医院。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汪姐在来公司的路上出点小事故，我现在要去医院，你陪我去，你留下来准备第5期的拍摄方案，我回来就要看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要求吗？下车。顾总，拍摄方案我昨晚2点发到你的邮箱了，请问我可以蹭个顺风车一起去看望汪姐吗？木岛，这么巧，木岛，你也是来看望汪姐的吧？都怪我疏忽，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本来可以一起来的。汪希，你病了？哎，我不是，我来看我一个朋友。来都来了，就一起上去吧。啊不，我没时间去，你们去啊。那个我还得剪片子呢，你们待会儿问他好，行不行？待会儿问他好啊，我不去，我真不去，我还剪片子呢。哎，哎呦，我真得剪片子。汪姐，顾总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汪姐，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医生怎么说啊？哎，你是找对了呀，汪小姐，您不知道，这位先生在外面走廊上绕了好几圈，还非说是找错病房了。我朋友住13楼，我是被他们推进来的。哎呀，谢谢您了，我送您出去啊。啊，你们都来了。都来看你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最严重的就是脸上的擦伤，然后有一点点轻微的脑震荡，这个腿扭了一下。不过医生说了，1个月就可以完全康复了。但是这个月我恐怕就不能出境了，后面的事情我经纪人会直接打给你，跟你对一下工作和日程。汪姐，你千万别想太多，我来是来探望你的。你加入了节目，就是大家庭的一员。无论你伤得如何，节目永远会等你。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补偿的事宜还是要谈清楚。我不想因为这些琐事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情。给我买的康乃馨，那是送给母亲的花。我个人更喜欢玫瑰，而且要粉红色的。下次一定注意。哎，那个肇事司机呢？司机呀，应该已经在派出所了吧？这几期的节目我上不了了，我帮你联系了文州，知道她的吧？去年爆剧的女1号，人气和流量都非常的好，主流媒体也喜欢她。而且我在想哈，咱们现在的节目越播越火，你就没有考虑过要上星吗？巧了，我正在和电视台谈这个问题，他们也希望我邀请文州做嘉宾。我说汪希宁，你现在都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在想着工作，你要不要命啊？事业就是我的生命。汪姐，莫导这是关心你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哎，谁关心他？哎，这干什么？你这个人嘛，看一眼都是多余的。我还要剪片子呢，走了。莫导。
汪姐，你还是要保重身体，这些事儿可以稍后再慢慢谈。我挺好的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也没有缺胳膊断腿儿，我也没有那么娇气。这个节目付出了这么多人的心血和精力，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大家。继续刚刚的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文州。对，文州，我都帮你联系好了，你一定要打给他。谢谢。当时我们是正常行驶，那辆车一直追，想要强行拦下我们，才发生碰撞的。汪姐坐在副驾驶上，司机有事请假了，所以是我开的车。但是交警很快就赶到了，立马就抓住了那个肇事的司机。现在经纪人也在处理后续的事情了。但汪姐的情况没有像她说的这么轻松。刚到医院的时候，头晕呕吐的厉害。她做完 CT 就开始工作，医生担心她会有迟发性的颅内出血，建议留院观察72小时。但姐她坚持要让我下午就办出院手续。怎么办呢？我会劝说汪姐留院休息，不用太担心了。自商代起，中国便有了原始瓷器。随着大唐这个强盛王朝的对外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，中国瓷器的影响也开始遍及海外，成为了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。中国也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瓷器之国。眼前的这件是5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，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2部分组成。碗为直口深腹圈足，盏托形状如豆，盘口外翻，束腰圈足外撇，7组形态各异的莲花如浮雕饰以其上，器型敦厚端庄，釉色温润如玉，被专家们一致认定为5代越窑青瓷佳作，在秘色瓷中艺术十分罕见。看，过了。谢瑶，拍对面。辛苦了，涂教授。谢谢。接下来是清雍正款斗彩牡丹蝴蝶盘，还有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的介绍。泛泛而谈没有意义，不如专讲斗彩海水龙盆，谈谈明清不同时期龙纹瓷器的变化。龙纹的变化，不同朝代龙纹变化很大，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也有很显著的区别。对比一下乾隆抹红青花海水龙大盘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我想就这次大展的唐三彩再做个专题，不知道陶教授愿不愿意帮我？为什么不呢？我同于再早存在竞争关系。我不太明白。你们不是在交往吗？谣言。我也觉得陶教授肯定不会欣赏那种。哦，我是说于编导有点太特别了。你刚才说要拍唐三彩啊，对对对，唐三彩。我有准备一些台本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，咱们可以再沟通。好。他迟到了3个小时，我给那边打电话，经纪人又一直搪塞，我气恼之下才下最后通牒的。谁知道他当真不来了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会亲自上门道歉的。佳莹，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听说了，是他们不遵守合约在先，不能全怪你。我已经联系了人来救场了，你放心，准备去吧。这顾总也太差别对待了。小鱼，你别难过啊。
汪姐，哎，王姐，王姐，没事儿，都没事了。王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方权开高价劫走了文州，怎么样？替代的嘉宾找到了吗？来了，合适的明星都联系了，但是大多数档期不行，能来那几个，那照比文州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素材我已经都看了，在苏博和杨氏工作室拍的内容都可以看，也都可以用，但是缺少吸睛的亮点。如果文州真的转投他们节目，我估计电视台会重新考虑节目上新的事。其实汪姐最近倒是上了好几回热搜了，其实您现在热度挺高的，比文州要高。王姐，你脸上的伤和腿上的伤都没有好，我不同意这样上节目。是啊，王姐，您脸上的伤要是硬盖的话，对伤也不好。这次参展的瓷器图册给我看一下。片子我已经看了，以苏博的瓷器为主，我们还得兼顾其他博物馆的瓷器展品。选唐三彩吧，唐装拍出来也很美。就它了，不暴露任何缺陷，我也能把戏给拍了。太棒了！陆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陆老师，没事吧？陆老师，没事吧？你，哎呦！不好意思啊，陆老师，疼不疼啊？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艺术家们呐，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伤痛。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您的表演，太精彩了！您这么执着，还坚守在舞台上，特别的敬业。哪个舞者身上没有伤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可好奇的。上我们的节目，陆老师，我别的不敢保证，我保证您一点，您的粉丝会越来越多，很多观众会越来越喜欢你们舞者，越来越关注你们这个行业，好吧？舞剧本来就没有台词，我也不需要抱怨和倾诉，舞台下观众的掌声才是对舞者最大的认可。啊，别！陆老师，挣钱方面的，陆老师，报酬方面好相约，对不对？您要多少钱？您提个价。陆老师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不会答应的，你走吧。请给我次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诚意的。抱歉。陆老师，这个叫慧慧的女孩你还记得吧？你第一次获得全国舞蹈大赛金奖，还是她上台献的花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请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听说慧慧从6岁开始学舞蹈，一直是你的忠实舞迷，可惜不久前出了意外事故。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她的父亲很早就病逝了，家庭条件不太好。可是她的腿想要恢复如初，得经过多次手术和一段漫长的康复期，这是她的家庭无法承受的。陆老师已经帮她筹集了2次手术费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带她一起上节目，
我们会帮助解决孩子后期的治疗费用，直到他完全康复。陆老师，我还预备了节目的全套计划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住手！袁家营，太阴了啊！太阴了！你们怎么什么招数都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找陆老师已经很多趟了，你们做人做事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陆老师，全国最大的文物展马上就要在这里展出了，而且咱们国风舞蹈团不是要出国演出吗？这样的热点咱们怎么能错过呢？都是非不必再说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得到大众的关心确实能很好的帮助慧慧。但是这个条件可以跟你们谈，自然可以跟别人谈。我同意参加《非遗物语》的录制。方先生。陆老师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陆老师，别追了，没有用的。为了找到能打动陆飞宇的人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吗？到现在这一步了，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。秦婉，顾总，你找我？你和陆飞宇到底有什么矛盾？没矛盾啊。真的？我退学之后就没见过他，哪来的矛盾？你先休息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公司，陆飞宇是不会同意和我们拍摄的，所以你必须离开公司。离开这一期，还是永远别回来？先放假几个月。那如果我说不呢？那你自己看着办。哦。小鱼，那个，你这么对他，是不是有点无情？我没这么说啊。我让他辞职了吗？我让他放假。大哥，咱们节目一直是2位编导，你现在让他放下工作离开，那不就是让他证明自己无能吗？那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？行，我多嘴，你当我没说。怎么问你原因都不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哑巴了吗？说话，你说话呀！说话！你给我快说！我是来送文件的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关门！看见冯老师没有？我飞到敦煌把人请回来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冯老师虽然年纪不小，跑得可真不慢。幸好我动作快，要不然啊，他今天下午又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呢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感觉你的表情有点奇怪。
没有，你做的非常好，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以后你可以把对我的期待提高。那么一点点。这么奖励我？请吃饭。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要吃贵的。行，都听你。我打算拍摄一些壁画的拓本和书画，然后请陶教授为观众介绍一下来历，讲讲关于唐代乐舞的历史故事。那你觉得可行吗？我拿到国风歌舞团的拍摄授权了。呀，小鱼你回来了。孟飞宇拒绝了别的栏目组，答应来我们的节目。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的时候。你自己看。大家准备起来吧。好，大家分头工作，好吧？抓紧时间准备。小谢，你过来。顾总，我成功了，可以放弃休假了吗？这可是你自己放弃的，要想再休假，我是不会批的。方案，好吧？小谢，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哦，好好补课啊！可以同意加入咱们节目啊。好的。咱们应该突出咱们课里的读物，从咱们的拍摄。小鱼太厉害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说的辛苦这次，我给你捏捏肩。淘淘，你快救我！怎么了？没有工作的日子真的好无聊啊！深夜看恐怖片，小易睡不着觉啊。不看也睡不着啊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啊！等一下，有电话。喂，顾总，怎么了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哦，那我挂了。哎，明天上班之前，我要看到第7期的拍摄方案。不是下周一吗？我说明天就明天。好的，那我待会儿 email 给你，你等我啊。喂，淘淘，我有工作了，谢谢你陪我聊天。那你工作完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有工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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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工作。行，可是顾总，昨天你明明让我做方案。推翻重来 ，A 组去苏博拍文物 ，B 组去找最著名的制香大师邱泰。我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午采风，明天开拍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就出去吧。嗯。佳莹，你怎么了？师兄哥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不想一直拍文物，那拍来拍去都没有发挥。我也想多跟艺术家接触接触，看能不能挖掘出有趣的故事。我对你有其他的安排。什么安排？广告。现在连最难搞定的陆芳香业集团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，你千万不要搞砸了。
我信任你，才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不要让我失望了。中国人广泛使用香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。到了汉代，汉武帝命人仿造海上仙山博山之香炉。香炉之态，静，如海上博山；动，生万千气象。香炉初上，瀑水成洪，洪收霞开。瑞兽踏雾而来。刚才我们看过了不同朝代的香气，其中有一种是由当朝皇帝亲自设计并督造的，这就是宣德炉。据《宣德仪器图谱》记载，明宣宗朱瞻基认为宫中陈设的鼎仪式范围比不足以配典章，所以他参考宋元民谣和古代典籍的记载，首次采用暹罗等地进献的蜂窝铜，兼以金、银等33种贵重矿物，经历12遍的精炼制造，最终完成了3000座铜香炉。朱瞻基文武兼修，尤善书画，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。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炉，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价值，因真品少有流传。目前馆藏的100余座宣德炉，多为明清仿制，其中不乏造型雅致、色泽高妙的佳作。咔。OK， 休息10分钟。还有多少？辛苦了，陶教授。陶教授，陶教授，问一下那边那组什么情况？你还不知道自己又上热搜了吧 ？OK。您和鱼仔枣的 CP 在网上很火，他为了节目热度还真是卖力。挺有意思。CP 起名了吗？要不我把链接发给您吧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小江，袁编导，尽快拍完这边的部分，我要赶去莫导那边。好。袁编导，喂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好像莫导那边出事儿了。痛快点，拍不拍？我拍不了。拍不拍？广告商点名让你来拍，你现在不拍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节目组怎么办？你到底有没有点责任感？我之前说过了，所有中插广告的内容要先经过我的允许。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我昨天晚上已经把内容发给你了，姑奶奶。穆导，您先消消气。汪姐凌晨4点才下飞机，时差都没倒过来就到现场来了，刚刚到现场才来得及看啊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二位先别吵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袁编导，陆方集团要求在节目里加入创意中插，可汪姐身上有香水代言，她是不能拍摄同类广告的。汪姐身上有香水代言，之前没听说呀。才签的。拍我们的节目，人气又翻红了，现在红得不得了，当然有资本了，对吧？又接新广告了，新代言。不如先研究一下合约细则，看对方针对同类产品是否有排他性的条款。如果没有这方面硬性规定，那说明还可以转换，公司可以出面跟对方协商。合约就没有必要看了吧？就算没有这个条款，出于职业道德，我也拍不了。不拍就再也别拍了。好，那就撤吧。汪姐，汪姐，你别生气。穆导，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
汪姐这一走，我怎么跟广告商交代呀？收工。木导，木导。 呀，你们回来了！听说邱老师业内很有地位的制香大师，要想预定他亲手制作的香，排队都得排到明年了。他工作室怎么样？人好不好？于编导，这签个字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？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哦，袁编导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拍摄顺利吗？ 不提了，还是你们轻松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接 B 组。是我们跋山涉水的腿都跑细了，是挺轻松的。于编导之前是学新闻的，现在做节目编导，是很有创意，但缺乏经验。顾总呢是照顾你们，哪容易出故事就让你们去哪，你不知道吗？博物馆的拍摄出问题了。怎么你盼着我出问题啊？ 让你失望了，我的拍摄很顺利。哦，袁佳音，你再走，来办公室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还是搞砸了。那边非常的生气，扬言要撤广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顾总，我追到汪姐住处劝了她一整天，她还是不肯拍这个中插。我也没想到消息传那么快，广告商那边已经知道了。 自然有人从中作梗，毕竟中插只是第一步，全程冠名5000万，你说方前动心不动心啊？又是他们！要不是你县长出事儿，他们怎么会有机会？你还想说什么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我再去想办法。你别去了，于再早，你和汪姐走得近，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处理。但我是 B 组的编导，可你也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，从明天开始你们2组对调，谢瑶去帮你的忙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得到迅速的解决。顾总。 出去吧。哦。于再早，我会再找顾总商量，把我们换回来。无所谓。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汪姐现在坚持不肯拍中插，木导一气之下也走了，到现在还联系不上呢。广告商那边我们也不能开嘴，他们已经从邱老处拿到了香方授权，很快就会联合苏泊文创开发古法香薰品牌，推出一系列新的产品。这个广告要是拍不成，我们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冠名费。所以呢，这些跟我毫无关系，我只需要拍好节目。不知所谓，我看你能输。 4、6、8。木导好，兄弟们辛苦啊！木导好，木导好，木导好，木导。王新宁来了吗？于再早呢？也没来呢。昨天晚上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吗？我看他们呀聊得还挺高兴的，没准还能有什么转机呢。这群人啊，都辣椒似的，一个比一个辣。走。
顾总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陶教授我认识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还得感谢人陶教授呢。咱们那个古法系列的那个香薰包装，国际上拿奖的，是人家陶教授给我们介绍的。哎呀，我一直觉得您特别有学识，没想到您还那么上镜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多少小女孩喜欢你啊！我侄女知道我今天要来，就跟我说一定得要张签名照带回去。丽丽姐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现在网上支持率特别高。对了，那个节目还有个轻装小妹，一个晚上就把个素人捧红了。你说这个节目多厉害？丽姐，谢谢。我们坐着聊。来，快坐。女主角没来啊？丽丽姐，汪希宁身上已经有竞争公司的香水代言，这次拍摄恐怕无法胜任了。哎，不过我准备了一些其他女明星的资料。您看一下，您喜欢哪个挑哪个，今天一定能来。顾总，你今天约我来，我以为你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。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拿我开玩笑吗？你觉得我早知道这样，我今天有必要来吗？如今，丽姐，你，丽丽姐，你们为什么选择汪希宁？是因为她有知性气质。离婚案不但没有破坏她的人气，反而帮她树立了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，与你们的目标定位群体是一致的。更重要的理由是，传承有口碑又正当红，可以为你们新产品推广带来正面效应。一个节目人气和流量是第一位的，为什么因为小小的问题就放弃合作呢？陶教授，真的要找流量女明星，我这里都是，我自己可以找。我有必要找他们找吗？都是朋友。你说我们拍中差，其实就是想试个水，看看大家合作愉不愉快。我们公司想怎么样，是想跟全程的，要冠名赞助。你现在搞成这样，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呀？我都不想说，人家方总那儿也是拍了样片的，亲自到我办公室，把东西放到我办公桌上，看看人家的诚意。比一下你呢，顾总，有意思吗？这样，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中差真没办法。我还约了人啊，我先走。喂，丽丽姐，丽丽姐，顾总，顾总，这位是丽丽姐。丽丽姐您好，他们送的是创意广告中差，左右不过30秒，能超过1分钟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将第7期节目单独拿出来给您拍广告，不少于10分钟。于在早。这谁啊？啊，这是我们的 PD 于在早。他说话算数吗？可以。算是吧。你说话我还挺爱听的。我向您保证，肯定让你满意。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。当然了。我也不会强压你们，是吧？10分钟就有点太过分了，只要能保证我3分钟，我可以不在乎女主角，这样至少我跟公司有个交代。中差可以继续拍，咱们的冠名植入还可以继续聊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啊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还忘说了，邱老虽然把香方的授权给了我们，但是他一直觉得这种商业的东西特别怕影响他之前这种古香的口碑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今天让他到现场来看一下大家的拍摄，这样他能放心嘛，是吧？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那人快到了，我出去接一下啊。于在咱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么苛刻的条件你都能答应？不是顾总，您说完得成就发奖金，完不成就滚蛋嘛？我每次让你滚蛋，你有真的滚吗？来，你就给我滚一个，滚！哎，好了，你既然把编导的权利交给了他，就该给他足够的信任。我宁可失去这个广告，我也不能让他胡来。如果我们的节目变成广告宣传片，这艺术的口碑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难道你会不知道吗？你不清楚吗？你能做到吗？我相信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公司的资源你随意调配，但是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完不成就滚蛋嘛！
太冒险了，不行。冠名费5000万。 5000万，可你选的这演员也不行啊。演员哪里不行了？观众对演员感兴趣，关心剧中的人物，这个剧一定火。所以啊，国外经常有这样的剧，一拍10几年，演员陪着观众一起成长。同理，如果想让咱们这个节目变成常青树，你当然可以找些网红来增加我们的节目的热度和新鲜感，但是主场演员一定要是相对固定，否则的话，你根本培养不出来观众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情感。关于这个演员，你演，你一定可以。哎，还有这件事情是汪希宁他惹的祸，让他自己去跟丽丽去解释，跟他去交涉，行吗？可是汪姐都不在啊。王希宁，王希宁，非得让我亲自把你揪出来是吗？王希宁，王希宁，王希宁。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呀？那个航班严重延误，我们就回来了。丽丽姐在哪儿啊？我得去跟她打个招呼。汪姐，丽丽姐跟邱老在贵宾室。这边。下次换个平底鞋，高跟鞋容易崴脚。看吧，我比你了解这个女人，好不容易重新蹿红了，怎么可能一走了之呢？她对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，比你还在意呢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丽丽姐，这是一段大明王朝的往事。永乐皇帝朱棣非常宠爱他的长孙朱瞻基，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栽培。再加上朱瞻基本人呢，仁德机敏，文武双全，深受朝野内外的敬重，所以永乐9年就被册封为皇太子。太孙，皇太孙。当时的大明为了防止后妃干政，大多数都从民间挑选妃嫔。朱瞻基的外祖母彭承伯，对，朱瞻基的外祖母彭承伯夫人特地挑选了一个。特地挑选了一个聪慧的女子，送入东宫，以充太孙妃之选。哎呦，这么有趣的一个故事被你说的这么无聊，是吧，丽丽姐？你不要说这些给丽丽姐听，你要拍出画面给她看，让她感受到那种文化的气息。我什么都不想拍，我就想拍你。哎，跟你说句话。还是你好。好，各就各位啊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仁宗张皇后，永城人也。其母彭承伯夫人，曾见孙氏女与主簿官舍，齐之。会永乐8年，太宗为皇太孙长，当择配。彭承伯夫人称孙氏女贤，乃因张皇后言于太宗，太宗娶孙氏入宫，甫10岁，即令张皇后御之。永乐8年，少女孙氏因皇太孙外祖母彭承伯夫人的引荐，得以成为皇太孙妃的备选，由太子妃张氏亲自抚养。
我最讨厌这个香。快传太医！出血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快给他止血！快点，快传太医呀！快传太医！出血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黄花，小黄花，你大胆！救救饶命！给你。如今你可不气我了吧？《明史后妃传》记载，彭城伯夫人，顾永成人。时入禁中，言中有贤女，遂得入宫，方10余岁。承祖命，承孝后遇之。或许，正是由于孙氏在皇太孙的生母太子妃张氏膝下抚育长大，与朱瞻基朝夕相处，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，才会发生后来的一段传奇故事。依大明祖制，皇后金宝金册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。然而，孙氏在朱瞻基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地位，她成为了大明第一位拥有金宝的贵妃。回望当年，还是皇太孙的朱瞻基爱好翰墨，长于丹青，笔下的花鸟草虫、人物山水皆是一绝。他的书斋里，除了他心爱的醋汁、狸奴，也曾有孙氏常伴左右，红袖添香。谁让你在这儿入睡的？被母妃瞧见，仔细的罚你。明太祖朱元璋为免后宫干政，外戚专权，立下祖训，
凡天子亲王之后，妃、宫嫔，慎选良家女为之。皇家后妃多采自民间，最终成为定制。择妃的具体标准，嘉靖帝选婚谕旨曾载：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，家法齐整，女子年14、15，容貌端洁，性姿纯美，言动温恭，贤终礼度者，送至京。入京后的选拔往往更为细致严苛，上千淑女之中，脱颖而出者寥寥。太子妃，陛下下诏为皇太孙选妃，今有台官奏言，称兴气见魁楼，当在几何间求之，故此，陛下也主意几年胡氏。明代太孙妃采选，史书中不见详载。旧经遗事中，则留下一段皇太后采选皇后的记录，记载：凡圣上选婚，一后以2贵人陪生。中选之时，皇太后以轻纱手帕，以金玉跳脱等饰系其臂焉；若不中选，则还其年月帖子于淑女之袖，仍玉银40两，布8匹，登时送回。此祖宗常制矣。永乐15年，济宁胡氏被选为皇太孙妃。对于自小长于宫廷，深受张太子妃与皇太孙垂青的孙氏而言，命运无异于同他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，使他陷入进退不得的绝望之境。失去皇太孙妃的尊位，孙氏自然十分悲伤。更令他惶惑不安的是莫测的命运和迷茫的前路。幸运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皇宫里有一个人并没有将他遗忘，那就是皇太孙朱瞻基。毕竟他们拥有青梅竹马的过去，朝夕相伴的回忆。他曾陪他度过闲适的书斋时光，伴他走过风云诡谲的东宫岁月。这是胡氏不曾拥有过，也永远无法取代的。聪颖的孙氏此刻一定已经明白，世上有且仅有这一个人，是他摆脱绝境的全部希望。相识从小，两小无猜，圣旨也好，命运也罢，你都不要听。
密旨西出一句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既许了你，此生不变。我觉得你们公司倒是可以办一个经济部门，姑娘条件不错啊，在圈子里肯定会红的。丽姐，你要真的喜欢，赶紧把人带走，分分钟能把人逼疯，正好我也不想养了。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敢跟你抢吗？我抢了你的人不得跟我急呀？差不多我也走了，那我们改天约下午茶。好啊，我先走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到邱老那儿去打个招呼。走了，妹妹，跟我吧。他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原来20秒的中差，快被你拍成部电影了，他还敢不满意吗？怎么，要不要我把整个公司送给他呀？谈妥了。王姐，你刚才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答应把谭明伦介绍给他，为他们拍一组封面。那个国际巨星，那他可赚大了。所以你们以为我消失这2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把我能用的人际关系资源都给用上了。不过我认为，他最终签约的原因，还是因为这条广告拍得好。淘淘呢？哦，后台卸妆呢，每次都拉他来救场，脸色可难看了。脸色可难看了，他还帮你啊？你不要再说了。你们对相艺一点都不严肃，不尊重。你这是胡搞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同意这样的宣传，不同意这样的广告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邱老。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我和邱老沟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坚持的认为这种娱乐广告是对传统相艺文化的解构，直言非常不喜欢这种形式。食古不化。丽丽姐那边怎么说呀？这段戏中戏本来就是他主动要求拍的，但同时呢，他又不愿意得罪邱老，影响他们日后的合作。据我所知，现在2边都在打太极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那这节目接下来拍还是不拍？你就有这么大的狗脾气，何况邱老是个坚持自我的艺术家呢，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？我有耐心，我可以有耐心，但这片子得送审啊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我那边拍的好好的，邱老突然说他不拍了，他要退出这期节目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再去跟邱老谈谈，现在就去。拜托了，阿迅，马上联系一下其他的相艺大师，看看谁能来参加这期节目。我先去找丽丽姐谈一谈。散会吧。鱼再早，你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组都在那空等着？佳言，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该想办法去解决。现在互相埋怨，根本毫无意义。还能怎么解决？我只能补拍点别的画面。希望能顺利过关吧。于再早，我知道你为了赢得这次广告，通宵做计划，实际上你拍的也非常的好，客户也非常的满意。这其实是老艺术家的坚持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
秋军短两个，你再看看这边还有。别拍那个特写了，人都走了，拍人。这个呀，绝对是咱们这个香料市场里面卖的最好的。停！你这镜头太晃了，我后期怎么用啊？这边再记一下，下楼已经或者用3脚架吧。来，继续给我。跟谁啊？你再看看其他的吧，很多新的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这个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，都是老顾客了。别拍了，你们拍什么呢？拍点素材呢。好玩吧？是，别拍，拍那边。这就好了。哎，看爷爷怎么给你弄起来啊！是啊。算了。你这样的人还得过摄影奖，是那届评委有问题，还是你现在已经不行了？你看你游的好，还是爷爷游的好？好。哈哈哈。邱老就是这样说的。举办展览时，大家一窝蜂的去看，热闹看完了就这么散场，连展品都未必能看清楚。为了让观众真正喜爱我们的文物，策展人往往需要很多努力。我想这就是邱老希望你能做到的，在做广告的同时，别忘了我们做文物的初衷。也就是说，要做广告，还要兼具艺术性。是，
听起来似乎很矛盾。你看，袁编导，这样没头绪的剪是不行的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再看一遍。不，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鱼再早，就因为你。尝尝，我看看。拍了好多素材，辛苦了。拍再多素材又有什么用呢？太琐碎了，我都看过了，用处不大。除非邱老愿意回来拍摄，否则……算了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就他了。现在？啊，他说去邱老工作室，刚出发。小尹，他还没有素材呢，拿什么给邱老看？你的素材呀？什么？我连粗剪都没完成呢！哎，佳颖，我送你。嗯，对了，一会儿丽丽姐来了，务必让我请你把她稳住。你说啥？老板，你慢点。小唐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会重新拍摄，马上就去拍。不可以拿这种东西给他看，这和放弃希望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精简过的样片，那都是些没用的素材。邱老，邱老，我们是来送样片的。进来吧。鱼再早。相识从巧，两小无猜，圣旨也好，命运也罢，你都不要听。你只记住一句：四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既许了你，此生不变。邱老，这就是宣德炉。朱瞻基文武兼修，尤善书画，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。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炉，具有较高的审美品味和艺术价值。因珍品少有流传，
目前馆藏的100余座宣德炉多为明清仿制，其中不乏造型雅致、色泽高妙的佳作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香文化在进入现代后，逐步由传统手工产业迈入现代化规模生产。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制香工厂、制香基地、香叶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。传统古代制香秘方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，产出更多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大众香型。在这些地区，制香成为当地人一种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。在中国，仍有很多制香师固执地拒绝集体化、现代化的香叶生产，坚持以传统手工方式完成香料的采集与制作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从最初选材到最终成香，本身是一个人与香材、人与自然沟通的过程。制香要根据用香人的气质与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，为香气注入灵魂。这是永远无法被冰冷的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的。从先秦开始，中国人就开始用香，发展到了宋代，文人雅士、闺阁女子，人人谈香爱香，也亲手制香。香可以去污秽、养心神、野情操，是雅趣，是品味，更是艺术。福建人林师傅拥有58年的制香经验，从在街边摆香摊，到拥有自己的香铺和3名学徒，一路走来很是不易。他说，会将这门吃饭的手艺一直传下去。我12岁啊就学习制香了，这就是我的命啊！宝宝啊，跟爷爷学习制香吗？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也装，把这香装在里边来。慢点儿，看看。哎呀，宝宝做得好啊！来，咽进口。香艺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，但继承香艺的人却各有不同。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谋生者，有像邱老一样坚守本心的艺术家，还有很多隐藏在人群当中永远不被发现的老师傅。职业、艺术、生命，虽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却是截然不同的3种选择。邱老师，我们拍的不是节目，而是人生。嗯。爷爷，刚才那段就那个梅香，您能调出来吗？邱小姐，当然了，邱老亲自调出来的香味非常接近纯天然的梅香，那种清幽高傲的芬芳是纯工业批量化生产永远无法复制的。你就也试一下。啊，好不容易放了个假，回到家，就在屋子里一窝。我保证，在这1个月里，你跟我说话绝对没超过10句，还是。爷爷，我真的想学，现在就学，你马上教我。就那个高贵冷艳的中国香，我要送给快出国的闺蜜，那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份礼物。走嘛，爷爷，现在就要学。哎，怎么说着弄？哎呀，好，走。哎呀，你呀，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。制香，首先就是要心静。来，先把手洗洗。
你问问。我不是要学这个啊。学制香就要从基础开始，这跟盖房子一样，只有把地基打扎实了，才能盖出你所想要的空中楼阁。好啊，我会认真学，就从头开始学。好，看我啊！来，袁明导，你剪的素材非常好，如果没有你前期的时间投入，我们是剪不出这么好的样片。为什么？我看了无数遍素材，都找不到有价值的地方，他们那么琐碎世俗，我几乎以为。袁明导，生活不就是琐碎和世俗吗？你昨天又陪了他剪了一个晚上的片子啊？世俗。没事，挺好。什么？平时啊，让他学都不学，你看看现在。修了，他愿意了解您的香艺，您是否可以放下成见，也去了解一下他的事情？